俄罗斯军队刚对英国军舰开火，美国就在黑海集结了32个国家的32艘军舰，而且还展开了登陆作战演练。面对美国主导的数十国军演，俄罗斯军队会不会做出更激烈的反应？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美国呀和乌克兰呢有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叫做微风。微风演习啊，它实际上是从2019年开始，当时呢是美国还有乌克兰啊联合起来，在黑海这个区域，因为毕竟也是乌克兰家门口嘛，进行联合的演习。当时呢是有19个国家和这个3000多军人啊参加这样的演习，规模并不是很大。那么这个演习呢开始以后呢，实际上他们就把它常态化了，就每年都准备搞一次啊，都是美国呀或者北约的这些国家呢和乌克兰的这个海军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部队进行联合的演习。实际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就是美国在这个俄乌的对立冲突中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的，并且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装备，并且呢展示他们的这种盟友的关系。因为毕竟乌克兰不是北约的国家呀，所以这个是他最开始啊就是进行这种微风演习的初始。那么到了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想把这个演习进一步的扩大啊，没成想呢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呢从19个国家变成了9个国家，就是人数啊这个也相应的减少了。国家嘛19变9，那么人数呢也从3000变2000了啊，这都整个就发生了这个变化。那么这个美国呢非常的不甘心啊，因为当时呢还是特朗普说那等着瞧，等到明年的时候啊，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扩大规模，弄到50个国家，然后再在这个更多的军舰在这块演习来威慑俄罗斯。这样的话呢，就是到了今年了。到了今年呢，是拜登入主白宫了，但是看来美国呢对乌克兰态度没有变化啊，还是继续支持。这个微风演习呢也继续进行。那么时间呢应该是从6月28号到7月10号啊。那在这个演习过程中呢，其实美国和北约向很多的域外国家发出了邀请，想把它这个规模呢扩大到50个国家，因为这个特朗普嘛，他是希望把这个规模大幅度的增加，然后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个围堵。但是像韩国呀、突尼斯这些国家呢，他收到邀请了，但是他没参加。就说哎呀，疫情还没有结束啊，我们离得也比较远，这个黑海嘛，去那儿也比较敏感，所以就不去了。这样的话呢，今年有32个国家参加，有5000人啊。那你看看，和2019年相比，还是增加了这个不少的，因为当时是19个，现在32个了。还有当时呢，人员只有2-3千人，而现在一下就5000人了啊，所以这个规模和这个国家都增大了。特别是什么呢？这次的演习的科目它增加了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陆上的机动作战就是再有呢就是要进行这种相应的反潜这种对抗。所以这个俄罗斯呢对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敏感，或者是非常的恼火，因为你这个登岛登陆，你看看黑海周边的国家，罗马尼亚这个还有乌克兰，还有就是土耳其，还有这个像俄罗斯以及保加利亚。那这些国家现在除了加入北约的以外，那就是乌克兰那既然乌克兰和美国北约的一些国家搞决，那剩下的就剩下这个俄罗斯了。所以俄罗斯的后院呢已经变成了前门。所以俄罗斯说呢，你不但这么多的国家域外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演习，这么多的军舰飞机跑到这儿来演习，你还演登岛登陆，你这个登岛登陆要登哪儿对不对？那显然是剑指俄罗斯所以呢，他说我现在对你这个演习就是认为是一种军事挑衅。那么俄罗斯呢也就是对这种演习呢，他就派出了军舰飞机一个是侦察监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周边活动。在外交上呢，他也提出了
相应的这种强硬的这种抗议或者是不满。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演习呢，很有可能到明年还要继续下去。那么今年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双方就是这个俄罗斯已经是不愿意忍耐了，已经是双方剑拔弩张了。同时，俄罗斯在这个就是跳出了黑海的范围，到了这个地中海，已经在搞大规模的演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认为就是北约和俄罗斯这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再有呢，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也将进一步的恶化，因为现在乌克兰这样的演习就是明显的导向了这个北约，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演习会继续进行下去。乌克兰呢把它当做自己加入北约的敲门砖，而北约呢拿它当一块就是威胁这个俄罗斯或者是围堵俄罗斯的这个砖头，来垒高在俄罗斯这门口的这堵墙，来堵住俄罗斯。所以呢，现在这场微风演习，它的目的和它的影响就是如此。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